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医学博士白泽卓二所著的《1分钟脑活，让大脑年轻10岁》这本书。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脑活是为了预防认知症和认知障碍，认为这是老年人需要做的事情，与年轻人没有关系。然而实际上，人类大脑的老化是从40岁左右就开始了，所以越早开始进行脑活，您的大脑就会变得越活跃，从而预防未来的认知症和认知障碍。我们的大脑如果不经常使用的话，就会逐渐退化，就像肌肉如果一段时间不锻炼会明显退化一样，我们的大脑如果不加以使用，也会逐渐变得迟钝。因此，请抛弃脑活是老年人才需要做的事的错误观念。从今天开始，每天花1分钟进行脑活，来刺激和年轻化您的大脑吧。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只需1分钟就能让大脑显著年轻化的5个脑活技巧；第二，能让大脑年轻10岁的5种食物。这些内容都非常实用，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最后。首先，让我从第一部分只需1分钟就能让大脑显著年轻化的5个脑活技巧来开始解释。在座的各位朋友，大家有没有人最近发现自己越来越容易忘记人名，或者刚想做的事情转眼就忘了呢？也许您会觉得不像年轻时那样轻松记起某些事情，经常会感到懊恼。面对这种健忘或者思维速度变慢的问题时，许多人往往认为这是因为年纪大了，或者每天太忙所导致的。然而实际上，健忘是大脑老化的一个信号，说明您的大脑受到了损伤，认知功能正在下降，这些都是大脑发出的求救信号。如果您忽视这些信号，您的认知能力可能会进一步下降，甚至最终发展成认知症。作者通过长期的研究发现，预防认知症和大脑老化的关键在于每天的生活习惯。因此，他写下了这本书，旨在传授简单易行、只需1分钟即可实施的脑活技巧。有人可能会怀疑到，1分钟肯定做不了什么，但请放心，根据全球的研究证据表明，即使只有1分钟的脑活练习，也能有效地激活我们的大脑。通过将这些简单的习惯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以有效地预防大脑老化和认知能力下降。作者建议大家从40岁起尽早开始这些1分钟的脑活练习，因为人类大脑的老化是从40岁左右就开始了。实际上，在您意识到自己健忘之前，大脑的老化就已经悄然开始了。大脑老化最先影响的是成为工作记忆网络的大脑网络，这个网络在30岁时达到峰值，从40岁左右开始衰退。防止大脑老化的关键在于持续使用工作记忆网络。作者称，只需在日常生活中巧妙地加入简单的脑活习惯，通过长时间坚持这些简单的习惯，您可以让大脑年轻10岁，并保持健康的大脑功能。希望大家能尝试这些简单的脑活技巧，并从中受益。那么，在了解了这些前提后，让我开始介绍具体的，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立即实践的1分钟脑活技巧，从而让我们的大脑能快速年轻化。这5种脑活技巧包括：1. 使用非惯用手；2. 感受心动；3. 朗读书籍或报纸；4. 进行1分钟的时尚打扮；5. 写2天前的日记。接下来，我将逐一详细介绍每一个技巧。首先是第一个脑活技巧，使用非惯用手。这是一个非常简单但效果显著的方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部分人几乎做所有事情都是用惯用手完成的，比如刷牙、吃饭、拿筷子、写字、做饭、开门等等。如果在这些日常活动中，您能尝试一下使用非惯用手，就会对大脑产生很大的刺激。大脑在面对新的挑战时会被激活，因此在刷牙等日常活动中，使用非惯用手就是一种有效的脑活方法，这能为大脑提供足够的刺激。例如，惯用右手的人可以尝试用左手刷牙，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1分钟脑活练习。可能有的人会怀疑，这样做真的有用吗？对这些怀疑的人来说，更应该积极尝试一下。刚开始时，
您可能会感到明显的不适和不习惯，需要很大的意识控制才能完成任务，这能让您深刻体会到使用非惯用手的困难。有一种说法是，如果总是使用惯用手，右撇子的人会偏向使用左脑，左撇子的人会偏向使用右脑。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可以作为一种新的挑战，尝试使用非惯用手，在日常生活中利用这些机会进行脑活，是保持大脑年轻的秘诀。不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在脑活练习册上，只需将这些简单的脑活技巧融入您的日常生活即可。接下来是第二个脑活技巧，感受心动。最新的研究揭示了一些有趣的发现。研究表明，主观幸福感，即您是否觉得自己幸福，会影响您的寿命。关键在于您是否主观地感到幸福，即使别人认为您不幸福，或者您身处困境，只要您自己觉得幸福，那就足够了。无论实际情况如何，如果您感到快乐、幸福和愉快，这些积极的情绪能够显著减轻身心的压力，降低患各种疾病的风险，最终有助于长寿。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提高主观幸福感呢？答案是增加让您心动的时刻。心动时，人体会分泌多巴胺，这不仅会带来快感和幸福感，还能激发对事物的积极性。另外，根据研究表明，当面对心仪的异性时，人的体内会大量释放雌激素，这会刺激海马体的活动，从而激活大脑。心动有助于提高大脑的认知功能，不仅限于恋爱，任何让您感到心动的时刻都可以。例如，看到电视上帅气的男演员或漂亮的女演员，或者被漫画中的主人公所吸引，这些心动的时刻都会活跃我们的大脑。我们应该珍惜日常生活中的小小心动。再比如，当散步时经过一家宠物店，看到许多可爱的小狗和小猫，心里感到非常愉快。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小心动时刻非常重要，请不要忽视它们。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很少有心动的时刻，那么不妨回顾一下过去，听听曾经迷恋的偶像或歌手的歌曲，重新拾起一度放下的爱好或课程，重温一部有回忆的电影，这些都是感受心动的好方法。接下来是第三个脑活技巧，朗读书籍或报纸。朗读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脑活方式。研究表明，朗读有助于防止认知功能下降，甚至可以帮助认知症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阅读文章时，大脑的多个区域都会被激活，而朗读比默读更为有效，因为它能同时激活更多的大脑区域。当我们默读时，我们只使用了视觉区域，而朗读时，我们不仅使用了视觉区域，还动用了语言区域和听觉区域。因此，朗读是一种一举多得的脑活方式。当朗读时，大脑会释放出一种叫做血清素的激素，有助于缓解压力。前额叶的活跃使我们更容易产生创意、整理思路，并且更好地控制情绪，从而减少易怒的情绪。朗读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脑活方式，只需1分钟即可完成。大家可以在每天的早餐后等固定时间进行。另外，朗读报纸还能激发您的求知欲，使您更关注社会的动态。因此，作者也推荐大家养成朗读报纸的习惯。接下来是第4个脑活技巧，进行1分钟的时尚打扮。我想问一下大家，您每天都在关注自己的外表吗？你有注意到自己的打扮吗？如果因为年龄大了就觉得外表不重要了，那可就是大错特错了。因为不注重外表会让我们看起来越来越老。相反，稍微关注一下外表会对我们的大脑产生积极的影响。有人说，外表看起来年轻、打扮得漂亮的人，大脑也会显得年轻。最近的研究表明，注重外表的人接受护理的风险会更低，更不容易患认知症。研究还发现，大脑的 MRI 图像的年轻程度与外表年龄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保持对外表的关注，并且尝试着打扮，这对大脑的活跃是非常有益的。当我们打扮后，大脑会被激活，结果就是您会逐渐变得更加年轻。
所以无论您多大年纪，都应该享受打扮。如果您和朋友一起出去吃饭或者做其他活动，请尽量精心打扮一下，考虑一下今天穿什么衣服，怎么打扮，也会促进大脑的活跃度。如果您不擅长打扮，或者之前从未尝试过，可以尝试一下改变思维，将关注转移到形象上面，比如注意保持整洁的服装、整洁的发型等。另外，早上起床后换上整洁的衣服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整天都穿着睡衣不出门，可能会打乱一天的节奏。早上起床后换上整洁的衣服，然后出去散步，这样大脑就会准确地认识到这是一天的开始，你会变得更有活力。要注意的是，即使只有小小的变化，大脑也会受到刺激而变得更活跃。比如换个发型，或者在以往的服装上增加一个配饰，都是可以轻松实现的小改变。大脑在面对变化时会被激活，而当大脑活跃起来时，您的外表也会年轻起来。当您看到镜子里的自己，觉得今天看起来年轻了一点，您的心情也会变得愉悦和兴奋。这种积极的心态会让您的心灵和大脑都保持年轻和活力。接下来是第5个脑活技巧，写2天前的日记。大家能否立即回忆起2天前晚饭吃了什么呢？虽然这似乎是细枝末节的事情，但回忆日常生活中的细节，比如吃了什么、穿了什么、去了哪里，将有助于加强我们记忆力。而写2天前的日记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它能够激活海马区，这是负责短期记忆的区域。随着大脑功能的衰退，我们的短期记忆也会受到影响。因此，养成写2天前日记的习惯可以帮助锻炼短期记忆。如果一开始写2天前的日记觉得有些困难，那么可以先降低一点难度，从回忆昨天晚饭开始。随着逐渐习惯，我们可以尝试回忆昨天穿的衣服，逐步增加记忆的难度。努力回忆的过程会使我们的大脑更加活跃。当我们逐渐习惯回忆的时候，可以挑战回忆2天前晚饭的事情，并记录在日记里。尽管回忆昨天的事情可能很容易，但回忆2天前的就稍微有些难度了。通过努力回忆，您的大脑会变得更加活跃。接下来是第2部分，能让大脑年轻10岁的5种食物。提到脑活，您可能会想到脑力训练游戏等方法，但实际上饮食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脑活方式，因为食物对我们的大脑非常重要。吃对的食物就是对大脑进行最有效的投资。因此，我想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下能让大脑年轻10岁的5种食物。这5种食物是：1. 黏滑类食物； 2. 发芽玄米和糯麦； 3. 对大脑有益的油脂； 4. 鲑鱼； 5. 红葡萄酒。接下来，我将逐一详细介绍每一种食物。首先是第1种食物，黏滑类食物。黏滑类食物包括纳豆、秋葵、山药等。此外，还有海带、裙带菜等海藻，还包括蘑菇类食物，如香菇。这些黏滑类食物对我们的大脑非常有益。它们含有一种叫做黏蛋白的多糖成分，这种成分能够帮助糖分吸收，减缓血糖上升速度，预防血糖剧烈波动，减轻身体对血糖控制的负担，对预防糖尿病很有帮助。此外，这些黏滑类食物还可以调节肠道的功能，保持肠道健康。肠道和大脑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保持肠道健康对于保持大脑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纳豆、山药等黏滑类食物富含分解蛋白质的酶，可以帮助分解肉类和鱼类中的蛋白质，提高养分吸收效率。在夏天或者感觉食欲不佳时，吃一些富含黏滑类食物，比如纳豆、山药，可以帮助我们恢复体力。总的来说，黏滑类食物对我们的大脑健康非常有益。这类食物富含水溶性食物纤维，可以抑制大脑和肠道的炎症，有助于预防认知症。接下来是第2种食物，发芽玄米和糯麦。很多人都爱吃刚做好的热腾腾的白米饭，但大家知道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与记忆力下降之间存在着关联吗？
当血糖水平升高时，到达大脑的胰岛素数量就会减少，导致大脑中特别需要胰岛素的记忆力和注意力功能受到影响，所以会容易健忘。因此，血糖升高对大脑并不利。而白米饭等碳水化合物会迅速提高血糖水平，给您的大脑带来损害。通过将白米换成发芽玄米和糯麦，可以防止血糖迅速上升，从而保护您的大脑。但对于长期习惯于食用白米饭的人来说，突然改吃玄米可能会有些困难。作者建议尝试一下发芽玄米，将玄米发芽后，用普通的电饭煲煮熟，因为发芽的原因，其营养价值更高。另外，为了增加口味的多样性，你也可以尝试一下近年备受关注的糯麦。糯麦富含水溶性食物纤维，有助于调节肠道环境，非常值得推荐。接下来是第3种食物，对大脑有益的油。虽然有些人会认为脂肪和油对我们的身体不好，但脂肪是3大营养素之一，对我们的健康至关重要。我们的大脑实际上有60%的重量是由脂肪构成的。如果想要保持健康的大脑，就必须用优质的脂肪来构建脑组织。然而，摄入对大脑有害的油会引起各种炎症，因此摄取对大脑有益的油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到底有哪些油对大脑有益呢？主要包括橄榄油、富含 Omega-3 脂肪酸的亚麻仁油等。椰子油和夏威夷果仁油也是作者推荐的选择。相反，富含 Omega-6 脂肪酸的油，如沙拉油、玉米油、大豆油等，则会引起脑部炎症，因此要注意避免过多摄入。建议首先将平时使用的沙拉油等替换为橄榄油，从这一点开始尝试，看看效果如何。接下来是第4种食物，鲑鱼。鲑鱼通常呈现出美丽的红色，这种红色正是鲑鱼的活力来源。鲑鱼富含一种高抗氧化作用的色素成分虾青素，据说它的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E 的500倍。可以说，鲑鱼是一种对大脑非常有益的食物。虾青素被认为对抗衰老、改善记忆力等方面非常有效，因此备受推崇。有报道显示，虾青素可以激活海马区，从而提高学习和记忆能力。此外，鲑鱼还富含丰富的 DHA 和 EPA。大家可能听说过吃鱼对大脑有益的说法，这是因为鱼类富含的 DHA 和 EPA 是对大脑健康非常重要的营养素，它们可以激活脑细胞，提高记忆力。鲑鱼还富含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对防止认知症和认知功能障碍非常重要。接下来是第5种食物，红葡萄酒。相对于其他酒类，人们通常会认为红葡萄酒对大脑的伤害较小。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已经有可靠的研究表明，即使是少量的酒精，对健康也是有害的。而且，喝酒过量会对大脑产生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日本千叶大学的研究小组进行了一项关于酒精与脑萎缩关系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每天饮用2盒以上日本酒的人，与饮用2盒以下的人相比，脑萎缩的程度更严重。此外，每天饮用2盒以上并持续下去的人，脑部萎缩情况会比同龄人提前10年。因此可以说，喝酒过量对我们的大脑非常不利。然而，肯定有些人会说，我非常喜欢喝酒，没有酒的人生简直太无趣了。对于这样的人，作者建议尝试着改变一下饮酒的种类。如果您关心健康和大脑活动，那么红葡萄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是因为红葡萄酒中含有的白藜芦醇具有很强的抗氧化和抗炎作用。白藜芦醇对延缓衰老、延长寿命、激活长寿基因等方面都有积极作用。有研究表明，红葡萄酒还可以预防记忆力下降。毫无疑问，酒精对我们的身体确实是有害的。然而，红葡萄酒中同时含有对身体有益的白藜芦醇，因此，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酒精上，红葡萄酒可能会被认为是有害的。但是其含有的白藜芦醇可以带来健康的效益，从而认为红葡萄酒是有益的。就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
唯一被证明对健康有益的酒就是红葡萄酒。所以，如果您是一个喜欢喝酒的人，那么选择红葡萄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而，即便如此，请记住，喝酒也不能过量，每天限制在2杯左右比较合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